外面下雨，外面凉快，但家里可闷了。家里很闷，还是要开一下电风扇啦，不然就要开空调。对，好，我现在睡觉都必须开空调，不然受不了。我们还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而且我们这边夏天的电价比平常还贵啊。对，电一般情况夏天也会用的比较多一点啊，你们电价会更贵啊？就是我们6月到9月这3个月会有，在我们叫夏季电价，电价不要脸了，政府。对，而且你收了这个电费，用电品质也没有比较好。对呀。好 ，OK， 我们看一下林子来了，欢迎万明哦，好久没看到万明了。对呀，对。还有春娇、佳佳、Lucas， 美丽，好久没看到美丽了啊。好，那这个灿叔，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其实是很多同学一直想要我们来谈的，对，就是台湾国语跟普通话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区别嘞？对，那这个当然今天我们就开始聊，不晓得聊不聊得完啊？因为其实台湾国语跟普通话说一样是差不多，但是呢，说不同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对，那我们仔细的看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对，然后今天的不同会让灿叔大开眼界哦。我整理了很多然后我要考考灿叔，知不知道我们在台湾会怎么说啊？好 ，OK， 跟我相处了这么久，应该都会了啦啊。不是啊，因为你平常都说挺标准的，和普通话挺接近的东西。应该这样讲，今天的课上完你就知道我有多辛苦了。为了要练这些词语什么的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来灿叔帮我们念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国语和普通话的区别。好标准的台湾国语，是不是国语啊？国语，台湾国语了哈。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好，灿叔帮我们念一下不同点一。有些日常的词汇表达会不一样哦。我只知道什么垃圾、垃圾的区别，我还很多我都不知道。其实这个日常词汇表达还包括可能水果电脑的一些用品还有国家的名字，这些可能我们两岸的翻译都不太一样。哎，对对对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国名还有城市名。这个每一次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痛苦，就是对对，学生都觉得我叫不出他们国家的名字，好像觉得我的地理知识很差，太差。其实不是，是因为大陆跟台湾的翻译完全不一样，这差别有好多呀，感觉差别非常不一样，所以不是我的地理不好，而是真的台湾的翻译跟大陆差很多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来这个灿叔你念一下大陆的叫法，我来念。格鲁吉亚，这 Georgia 对不对？对，我觉得大陆应该是按照它原来的发音。有可能对对，他们国家的发音就不是 Georgia， 不是。对，那台湾是用他们英文的直接翻译过来，台湾叫乔治亚。乔治亚感觉还像是美国一个州或者美国一个什么大学的名字，是不是？对，Georgia。好，那这个就是因为我这边有很多艾萨俄比亚的学生，所以每一次我说伊索比亚的时候，他们就满脸问号。这是哪里？这是哪里？好，灿叔你念个标准的我听听。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我们这边叫伊索比亚，我们会念伊索比亚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和英语比较接近了，我发现 Ethiopia 对不对？我觉得比较接近，可能我们都比较接近英文的发音了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然后我们都会念比亚比亚，台湾都念亚洲对吧？对，好，那这个来阐述来一下。沙特阿拉伯。What？ 什么是沙特阿拉伯？我们是沙乌地阿拉伯。感觉你们就是和英语是很像的。我们估计我是觉得肯定是和原来的发音更接近。对，所以沙乌地阿拉伯所以不要再骂查叔地理不好了，是因为台湾的翻译真的不太一样
好，我们再多几个吧，陈世民跟国民，来这个最好这玩了。个第一个好震惊啊，让我怎么讲？悉尼怎么是雪梨呢？雪梨，雪梨好像一个梨子的名字，对不对？对呀，这个名好奇怪。可是我觉得蛮诗情画意的啊，雪梨。那名字是很漂亮了，说实话，但是感觉好奇怪一个城市。我也不晓得耶，但是我听到悉尼，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啊，还是习惯问题哈，还是习惯问题。这个我是最不习惯的，来，老挝，我们说辽国。辽国啊，对，辽国是不是它的以前就叫辽国呀？对，它的古名叫辽国。好，再来这个新西兰，我们叫纽西兰。所以你们反正就是重发音的 New Zealand。对，发音我们是用发音来的。对，好，那各位同学其实还有很多啦，随便举几个例子而已。好，我们再来几个好了，来水果，来这个叫什么？第一个吗？叫菠萝嘛？我们不叫菠萝，我记得你们好像叫凤梨，是不是？我们叫凤梨。凤梨，对。凤梨和菠萝有区别吗？还只是说这个名字的区别？名字不同而已。是吧？香港也叫菠萝，也叫菠萝，对。台湾叫凤梨。我记得我吃过那种凤梨的，它是里面那个芯儿不需要掏的那种。你们需要掏吗？我们就是把皮给切掉，就能直接吃是吗？那个皮是不能吃的。我知道皮去掉之后，里面就直接吃了，是不是？直接我们当然要切，会把它切成。我知道切片啊。我的意思就是大陆很多这个菠萝，它里头就一块一块还要掏出来。那就不是我们没有，我们就直接吃了我们就直接吃了。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菠萝就是那种里头还要掏出来一些，酸一些。凤梨是不需要掏，直接可以吃，不需要。但其实外面看是一模一样的。对，可能是品种不同。我觉得品种不同品种不同。好，那这个你们叫什么？这个叫猕猴桃。猕猴桃是什么东西？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叫奇异果啊，你们和英语很像 kiwi。奇异果就是很奇怪的水果，很奇异的水果。我现在知道猕猴桃了现在就知道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猕猴桃，很奇怪哈。对这个你们这个我想一下，我突然想不起来。我知道你们叫牛什么？牛油果，对，牛油果。我们的名字比较好听，我们叫洛梨。洛梨洛梨，奶酪那个奶酪的那个，那个我们念，但是发音是洛。对，洛梨。我觉得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洛梨。对，它其实切开一半有点像那个奶酪，不是那个像梨一样，对，像梨的感觉，洛梨。好，那这个我比较好奇，你们叫什么？这个我没看过，说实话。这个你们叫那个 guava， 你们怎么说？你们叫番石榴吗？我没吃过。番石榴是有这个东西，番石榴，这个你们是说叫番石榴？我们这边叫芭乐芭乐，香蕉有芭乐那个吗？对，芭乐。你知道台语的发音？对，我们就叫芭乐，因为我们叫芭乐。以前那个台湾剧还是香港的，会香蕉你的芭乐，香蕉你的芭乐，对，就是芭乐，我们叫芭乐好，马来西亚人也说风力，风力是什么？风力是什么？风力是什么？我不晓得。风力，好，这个我卡不卡？你很卡，你非常卡，我都快听不清你的声音了怎么回事？好像好一点了，可以吗？你先说着，没事，你不要理我，一会儿再来。好，然后我们来看电脑的部分，电脑更多啦，我随便举3个来，这个你们叫，我先出去一下再进来啊。好，没问题。好，所以各位同学，其实大陆跟台湾两地的用语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如果你是在台湾的同学跟在大陆的同学，可能你们要稍微知道一下两岸的用语真的有很大的区别跟不同好，来了，可以。好，参叔，你们这个叫什么？鼠标，我们叫滑鼠这我听过，滑鼠，滑鼠。好，鼠标不就那个标而已嘛，不是这样感觉像电脑上面那个标对，它就像对，是我觉得滑鼠可能滑鼠，但是感觉很奇怪，就拿个老鼠的滑对那这个你们叫什么？USB 吧，我们就叫做，你们叫 U 盘是不是？都 U 盘或者就 USB， 我们直接用就叫 U 或者 USB 或者 U 盘，对，有这个2个。我们叫随身碟，随身碟哪来的碟？
碟啊，它是个小碟啊，随身碟啊，随身可以带啊，随身碟。你们叫 U 盘哦，所以也可以叫 USB 直接叫 USB 也有，或者叫 U 盘也有，就是两种。那参叔，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我们两地叫法是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们不就是笔记本电脑吗？或者笔记本？我们叫笔记型电脑。笔记型电脑。对。我听有些台湾老师叫会叫笔电。对对对，笔电更常用，也很简单，笔电。但是我说笔电，上次我说笔电，笨叔完全听不懂是什么。笨叔这个知识结构很狭窄的，我们不要问他。所以我如果说笔电可以吗？就在大陆我听过啊，我听过一些台湾老师说，所以我知道。所以可以吗？听得懂吗？所以其实有你们叫笔记本电脑，我们叫笔记型电脑。我们或者直接叫笔记本你们叫笔记本，直接笔记本，大家也知道是什么。如果你在台湾说笔记本，我们就会真的想到。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就是本可以写的那种。对，我们会想到这个。好，因为我现在基本没有人写那种笔记本了嘛，大家一说笔记本，肯定就想的就是这个。OK， 了解。好，然后其他的，这不是橙子吗？你一定会觉得台湾也叫橙子，对不对？台湾不叫橙子。你讲橙子，我们会觉得非常奇怪我们叫柳橙。柳橙或者是柳丁是吗？对，柳丁或柳橙。但是你讲橙子，我们就知道你是大陆来的对，因为我们不讲橙子好，有个歌叫《黑色柳丁》，居然是说的这个，我还一直以为柳丁是什么东西。对，柳丁就是那个 orange。那这个呢？这个你们叫什么？三文鱼。对，可是我后来是听笨叔讲，我才知道你们叫三文鱼，我们在台湾叫尾鱼。尾鱼是不是一个鱼？这个词怎么写？一个鱼字旁在一个酉，这个连那个简体字都打不出来鱼字旁一个尾鱼，一个酉。所以我能打出来啊？你打得出来吗？你不是打出来了吗？尾鱼，对，对可以尾鱼就 tuna 嘛，对不对？尾鱼尾鱼这我们叫尾鱼。为什么叫尾鱼呢？它是专门这个鱼就叫尾鱼是吗？我也不晓得耶，我们就叫它可是你讲三文鱼，我以前会不晓得是什么种鱼。对，但英语不也叫 salmon 吗？是 Simon， 是 Simon 不是 Simon， 是 salmon 是日语吧？可能是我忘了。tuna 是什么 ？tuna 不就是尾鱼吗？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一直叫三文鱼。我老婆还特别喜欢吃这个，我知道。以前我是不知道的这个东西。就这个会夹三明治嘛，对不对？你们夹三明治吃的，我们就是蘸个那个芥末还有那个酱油吃。你说的是用生鱼片，我们会做成那个三明治的那个馅。对。那大陆的话，一般吃就是主要吃那个生鱼片比较多。生鱼片生鱼片比较多。那蛮特别。在台湾尾鱼都是做三明治。你们不吃生鱼片吗？也有，但是三明治夹的很多。我们还有一种口味叫尾鱼三明治，很好吃。对。那我从来没吃过尾鱼三明治。对。然后对，鳄梨。鳄梨是什么东西？鳄梨就是牛油果吧？鳄梨应该是另外不知道哪里的叫法。好，我有听过有人这样叫鳄梨，就是酪梨，就是牛油果一样的东西。好的，那这个就大概汉叔知道了。这个你们叫浣熊吗？浣熊不是浣熊，不一样吗？不是那个，你们叫考拉。浣熊我们叫浣熊，也不一样。那发音不一样吗？还是字一样，发音不同。我们叫浣熊。对。然后这个我们叫无尾熊。没有尾巴的熊。无尾熊，没有尾巴的熊。对。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参叔绝对不晓得。这个 laser 你们怎么说？这个是我的中文不是，我大陆怎么说我都不记得。你们是叫 X 光吗？激光你们叫激光对不对？激光。我们叫做雷射。雷射。对。那你们用的是英语吗 ？laser。对 laser 翻译的。对。但是如果你说激光，因为 X 光我们的叫法是一样，我们也叫 X 光。那这个我知道在你们那边叫激光。对，激光。雷射不一样，非常不一样。
好 ，OK。那你们比如说《星球大战》里头那个，你知道那个吗？光剑，那个激光剑光。我们叫光剑，你们叫什么？就叫光剑是吗？我们也叫，对，你们叫光剑吗？你们叫激光剑啊？可能叫激光剑。我们就叫光剑而已。对啊，就叫光剑。那个不英文叫什么 saber、light saber 还是什么？对。好，我们这种东西我们叫镭射啊，镭射。好，还有什么那个打仗激光炮啊什么的，我们叫镭射炮，我们就叫镭射炮，都是镭射哈，这就叫镭射炮。对。它差别呢？这些东西这么多，我以前还有很多，其实这个讲不完，太多了啊。所以各位同学，你看你在大陆生活还是在台湾生活，那就用当地用的词汇，蛮不一样的哦，蛮不一样的。好，那再来，台湾国语跟普通话第二个不同，来灿叔帮我们念一下。台湾国语更常使用先生、小姐和太太。对啊，这个灿叔你同意吗？台湾国语更常使用，我觉得是耶，好像之前咱们聊过这个问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话，反正小姐基本上，我觉得除非很正式的场合，基本很正式的场合可能会说，比如说什么开会啊或者什么样。对。那种，而且一定要冠上姓，对不对？绝对要冠上，不然大家会觉得这你在骂我呢，等等。对，因为有歧义嘛。先生，特别是太太，其实我很少听人说过，说实话。比如会不会有人叫灿嫂叫做李太太？很奇怪，李叫会很奇怪，不会。那会怎么说？比如说你们两个一起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称呼你的太太比较好？对，我一般情况下是我感觉这和我不知道你能听到我声音吗？卡不卡？可以，有点卡，不过听得到。对，因为大陆可能就是之前的话，在解放之后，这个男女这个平等一开始做的比较好，就是不存在就是女人一定是男人的附庸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基本上就是对，不会冠夫姓。我们是比如我老婆就姓屈，屈原的屈。所以直接介绍她的名字就叫屈婷，是这个样子，不会说是李太太这样的，也不会说一般情况下的，比如说我的朋友的话，有可能比我小的话，会叫我老婆叫嫂子，会直接这样叫。对，会叫嫂子，尊称嘛。像如果我或变叔跟你们见面了，灿嫂，我们可能会这样叫。灿嫂这样是可以的，对，绝对不会叫李太太或者娶太太，就不会叫，不会叫太太。大陆我是很少听人，除非可能有些，比如说特别有钱的人家，他们可能想保留一些以前的那些什么上流社会的这种说法啊等等，会说，这是我太太啊什么的，感觉在我们日常的感觉来有点装，反正在大陆有这种感觉。一般情况下，而且会比较的是在意这个人，因为不冠夫姓的话，他还姓什么还是姓什么，所以是感觉他就是他未必就是我的太太。或者是怎么样，就他有他的自主性嘛，就是我是谁，我不会冠我先生的姓对，那这个真的非常不一样。在台湾动不动就是吴先生、李先生比如说你去看诊的时候，李先生换你了吴先生轮到你了，很常用或者是这个比如说林太太、陈太太你们看病的时候，他们直接是这样的。对，直接叫。我们是直呼其名的，几号什么谁，比如几号李灿，请到这个就诊室几来。我们这边真的，如果就是特别是诊所里面，3号黄太太我来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是对，那倒是。你们是比较尊称这个感觉了，是。对，未婚的话就叫小姐。黄小姐轮到你了，黄小姐。所以这个在一般来讲排队啦，或者是你看病啦，或在什么场合也很正式，但是我们已经非常习惯这样叫了。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两岸比较大的不同，而且我们不会觉得任何不舒服。然后在台湾冠夫姓以前当然更常有，现在也算有，也不会觉得奇怪。所以可能像我妈妈会变吴林什么什么什么。我知道这个，香港就是这样，我之前知道。对，在台湾目前还算是有还是有。对，但可以决定，但是一般人会有。对，就是比如说你嫁给了谁，然后你会再冠一个夫姓在上面，对吧？没错。所以这个在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的。
那这倒是一个挺大区别的。这个是很大的区别，因为我常常在我的例句里面写什么黄太太什么，我就觉得说大陆好像不会这样用。不会。对，大陆先生其实都用的很少，除非很正很少了。式的场合。对，那这个在台湾几乎每天都在用。对，我们大陆特别喜欢，就是比如说就是说的时候尊敬的话，会加个这个职位到上面，什么对，李总这我们也会。啊，对呀，王主李经任呐，理黄医对，师之刘经类的。理呀，对，这个李医台湾也生啊，会。对，会这样，这个比较多。这个台先生啊都湾也会。比较少。OK，因为比如说啦你看诊的时候叫黄先生，黄先生都没有反应了，他才会叫名字通常是这样子。对，还是习那这个惯问题。对，我觉得这是蛮大的不同。蛮大的不同。好 OK， 那么我们来再看下一个第3点不同。好，来阐述念一下。有些词汇字同音不同。会的。哇，这个多了，我列了好多那是吧？等一下我来考灿叔台湾会怎么念？好，这些让我猜一个。肯定你都不晓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垃圾。然后我们念，对，你们念垃圾嘛，我们念垃圾。垃圾。那这个呢？你叫台湾吗？让我猜一下，台湾叫企鹅吗？难道？对，台湾叫气4声，企鹅。那你们念企，对不对？企鹅，我们企鹅。所以这个我们有个字叫，你们叫企业，对不对？对，我们会叫企业，我们都念4声的企业。对，好，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这个都简单的了。来，这个你们怎么念？宁可宁愿，你们的是宁吗？宁可。对，我们念2声，宁可宁愿。对。这个我到现在还会念。在中国的南方，好多人也会念第2声。真的对，因为这个我真的有时候我改不过来。有时候这个上课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念4声，但是我真的改不过来，太习惯了。我们念宁可宁愿。好，第2组呢？其实你这些应该考不到我都听过。新奇期待。新奇，对，我们会念，你们念新期待。对，我们念2声的新期期待。好，这个呢？你觉得台湾？这个台湾我知道，微小，对，稍微，对，稍微微小。那你们念稍微微小，你们还会念微信，对不对？对，微信，你们叫微信啊？微信，对。好，这个呢？这个有啥区别？我想，攻击打击嘛，有种攻击嘛，难道是？对，我们念2声，攻击打击。然后你们会念公鸡，公鸡不就那个狗那个公鸡？对呀。打击，你们念1声打击，对不对？好 ，OK， 还是真的差别挺多的，差别蛮大，而且有时候我已经尽量练的跟你们念的一样的了。对，那看来你真的平常要挺痛苦的，那很痛苦，因为我在台湾跟人家聊天，我要改回来，不然人家说你干嘛学大陆的腔调啦？对呀，会这样说我。但是我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念今天是星期一，我都要把它改回来。对，那真的就要对抗自己的这个惯性，也挺不容易的。这个真的也是一个训练，蛮辛苦的。对，是的。来，这个怎么念？发酵，我们叫做，你们是发酵吗？我们念发酵。对，所以我第一次念错的时候是，我就念发酵，然后就有人说，老师你念错了，要念发酵。我说明明就念发酵啊。后来才知道哇，两地发音不同。其实我是知道，就是台湾是从这个1949年不是国民党到台湾之后，他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发音带到台湾去了，但是大陆的话，它又经过了一些时间的演变啊等等，所以慢慢的发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台湾当时不是国民党当时是以这个南京为首都的，所以可能这个当时的国语更多有南方的这个话作为参考。反到后来普通话以北方的这个为参考的话，所以很多发音确实是会不一样。而且这个普通话好像经历了几次修订嘛，有些音真的都改掉了。以前的发音其实像我们说给予，其实我们以前
那个小学都是学给予，那后来好像改成给予。给予，对对对 对，可是在台湾一直都念给予。对所以像我们有一些台湾的歌曲或歌手到大陆去发展之后，他们唱的那个歌词你们会觉得是错的，他怎么发音这么中文那么烂都念错，其实不是，是台湾发音是这样子。我知道，比如说一个徘徊，你们叫徘徊，徘徊，对，然后这个我上次在直播卡拉 OK 大赛的时候，那个不知道哪个老师就纠正我，理查老师你要念徘徊，我说，然后徘徊，我都觉得到底哪一个对，我已经错乱。你真的平常要改的好多呀，你要真的我要改的很多话的话，非常辛苦。对，你们都不懂我的辛苦。好，来参数这个可以考到你吧。堤坝，我们不念堤坝，我们念什么？堤坝，我们念堤坝。真的是堤坝。我们念堤，所以当我听到堤，我会有点这个字为什么会念堤，有一点奇怪，感觉莫名其妙，为什么会念堤啊？感觉因为没有任何跟堤偏旁有关的字，为什么会念堤坝？对，这个我就不晓得。不过我知道你们念堤坝，因为这个是 HSK 里面的词啊，你们念堤坝。好，下一个混淆，我们不念混淆，我们念混淆。这个和菜肴的肴哈，后面对混淆，对。如果你念混淆，我真的台湾人是绝对不会念混淆。我们真的耶，其实感觉大陆的这个发音有时没有道理。这个字就是菜肴的肴偏旁嘛，所以我们会念混淆。对好，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那么大的差别啊？以为都是中文，其实有蛮大的不同。好 ，OK， 你看同学都被我们吓到，没有人说话，太难了，没有人敢留言，太难了。没关系，今天这堂课就是让大家知道，两岸虽然都是中文，但是其实有些地方还是蛮不同的对，但是沟通上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好 ，OK， 再来，傍晚吗？傍晚，我真的这个字我吓到，没有想到我们发音还不同。你们叫什么？傍晚。傍晚，对，我们念傍晚。为什么是傍呢？好奇怪。对啊，因为两兔傍地走，好像念对啊，不是傍地吗？你们叫傍地走吗？我们也念傍地走。古文的时候我们会念多音字了，对，但是我们会讲傍晚，不会讲傍晚。这个我倒是第一回听说过。对，我也很惊讶啊。好，那这个没问题了啊。我们叫角色，我们念角色。对，这个我知道。所以你们说男主角、女主角，对，男主角，然后我都尽量练到也是男主角。有时候我讲还是会讲回台湾的方式，男主角、女主角、配角，我有时候都会这样念。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在那个京剧里头，他们那个时候那些演的比较好的，都叫他叫角儿，对，叫角儿。你要叫角会感觉很奇怪，这是一个角儿，就是他说角好像是那个意思，对不对？角度什么的那种角。对，我觉得念角比较正确了但是我们台湾都习惯念角色男主角、主角配角那这个参数一定知道。血液，我们念血液，血液，这个我们不念液呢，液，所以这个你们念腋下，对不对？对啊，腋下，对，我说腋下。这个也感觉没有道理啊。这种偏旁的我们都念液，血液。血，我们没有那明明是夜晚嘛，对不对？对，没有错，但是我们都念液然后这个我们没有血的音，我们都念血，对，血所以我们念血液，液体，你们念液体，对不对？液体，我们说液体这个我真的没听过耶。液体，你要说一个液体，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液体，你不晓得我说什么对。不过参数就知道我平常要花多大的力气把这些音改成你们的说法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很痛苦了，翘舌音、平舌音、后鼻音，我才痛苦，想不到痛苦，我要改的更多。对，然后这个同学思染，对不对？说好，来参数你们怎么念这个？想到一个建筑的声调不一样，建筑你们是建筑对不对？我们念建筑，我们念二声。我们叫建筑，建筑物，你们会念建筑物，对不对？建筑物
啊，我们念建筑物。建筑物这个3个的4声，这个我改得很痛苦，因为我习惯念建筑了建筑。对，好 ，OK， 我们来进入第4个不同点。好，来，灿叔帮我们念一下。台湾国语比普通话用更多语气助词，我们叫语气助词。你们叫语气助词，更嗲。灿叔会这样觉得吗？会耶，特别是听着台湾小姑娘说话，感觉嗲嗲的。反正以前是这样。这是肯定的，我告诉灿叔，肯定的。更嗲我不晓得，但是语气助词超级多。好，不是我和你说，反正就这个。对，我来介绍一下好了，我帮灿叔整理好了让你了解一下台湾的语气助词是怎么样子来，第一个什么蛤蟆呢？是蛤，对，蛤就是什么的意思。我们不会说什么，会啦，很少啦，我们会蛤。北方会说啥，就应该是一个东西。蛤，对，一样都是什么的意思。但是所以我会说蛤，真的假的？蛤，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我们会这样说。对，我们不会说什么，蛤很常讲。大陆可能会说啥？你真的假的？啥也算是对，大陆会讲，也是变体了吗？对，台湾会可能跟台语跟闽南语的音调有点融合在一起。对，应该有。你说啥？啥？哈？你说啥？可以这样吗？哈？你说啥可以吗？你们会说啥吗？你说啥？我们都会混着用。对，哈？你说啥？或哈？你说啥？我以为是哈？你说什么？不会，哈？你说啥？我们会这样说。所以这个哈，我们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也会用这个字，也会用这个字儿对，哈什么的意思哈，我只会想到蛤蟆，我从来不知道这里还有。对，我们是语气词再来负面的形容词加上呢，这是呢比如说烦呢，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台湾国语有点嗲，女生会烦呢会这个就是感觉撒娇了，你好烦呢，你很烦呢那个感觉，或女生讨厌呐，讨厌呢，或骂人的，你很机车呢。机车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不知道。机车就是你这个人很烦，很讨厌，做了一些让我不开心的事情。那为什么说机车呢？好奇怪，机车这应该是台语变来的啦，闽南语变来的。台语说你就机车呢，这是机车呢机车，对，你很机车呢，就是你很烦呢，做了一些让人很讨厌的事情。比如说茶叔今天说话才终于觉得你是从台湾那边过来。比如说男朋友裸奔，你很机车你干嘛裸奔？就这样子，你很机车呢。那大陆的女生可能就你有病吧，你脑子有病。比较那个感觉比较男性，不是男性化，就比较直接一点，对不对？气势比较足一点。你有病啊，脑子进水了吧？然后台湾女生你很讨厌啊，干嘛这样会有这种感觉是感觉软一点的。对，我们还有一个妹，这女生会常用，表示不耐烦。好妹这种感觉，好妹感觉好像好呀，怎么是不耐烦？对，就是的意思了，就不是我妹又不是我做的，又不是我妹，我们会这样说，会放个妹在后面，又不是我妹好妹会这样说。这个我倒不知道男生女生都会用男生也会用吗？会感觉很奇怪吧？装可爱的时候，好妹就不是我妹，会男生也会这样用。好 ，OK。有时候茶叔太辛苦，震惊的，太辛苦，确实辛苦这个哈，我觉得可能有些南方人也有，对啊，可能福建那边可能也会哈那个感觉哈。好，再来低，大陆也用好低大陆也用好低。不过这两个语气有点不一样，好低就是装可爱，好低，好低。我跟你们聊天也常常用好低。对啊，我也用。没问题低那这个有点敷衍，好有点敷衍，好有点是挺敷衍，可以低撒娇的时候可以低，可以有点敷衍，可以可以
好，有点敷衍。好，所以我们的语气助词一定是比你们大陆那边用的多啦。多很多。好，还有这个很常用，吼，不是吼哦，我们念吼那个感觉，吼是很烦，吼，不理你了啦，我会这样说，吼，不理你了啦，吼，你走开啦，走开啦，不要烦我啦，用这个语助词，怎么都是小女生的这个语气呢？对，不男生也会用，吼，你很烦呢，只是声音比较粗而已，吼，走开啦，那个感觉。这个我很忙啊，不要烦我啊！我很忙，你走开好不好？我们就会这样说话。你很烦呢。中文怎么那么难？那个感觉表示很烦。大叔中文怎么又直播了？看不完呐！所以我们就会这样用啊。好，OK， 语气助词台湾用的很多，所以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嗲。我觉得。会嗲一些了，特别是撒娇的语气，我感觉比较多，有这种感觉。所以各位同学，今天我就不上字幕了，今天字幕没办法上，太难上。好，最后我要告诉灿叔一个可能你没有听过的，台湾国语很黏。这个我知道，但是听过。不过我不晓得大陆的讲话会不会这么黏。所以我要听听灿叔的想法啊。那我先来问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大家好嘛大家好。我先示范一次台湾会怎么说。我们会说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你们大陆会不会这样？大家好。不会，不会，对不对？你们一定会一个一个字念好吗？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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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把好的略了，大家好。但是不可能是大家好，很少。我们台湾一定是大家好，我们不会这样说大家好，除非很正式的场合。所以在台湾说大家好，大家好。所以在那个在台湾学中文的外国人很辛苦，因为我们讲话很快，快到都连起来了。所以我们会说大家好。真的，上回你不是给我看过一个台湾的那些视频反应的时候，听不懂，我发现那年轻人说话好快，我根本听不懂。太快了，而且是粘得很紧所以来我示范一次，我们说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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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大陆中文。大家好，我们是大陆中文。大家好，我们是大陆中文。大陆中文，大陆中文。我们台湾国语很黏好，灿叔你念一下这个，如果你念快会怎么念？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太慢了，最快什么意思 ？Smith， Smith， 我们就念成 Smith， 我们会这样念Smith， 真的，我们台湾都这样念我们不会说什么意思，不会 Smith， 你什么意思？很难，你没有办法念，只有我们念得出来 Smith， 我们都这样念，好快哦，对，很快，真的，我们都习惯了好，所以这个台湾国语很黏。好，来灿叔那个这个应该大陆已经传过去了，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可是你们会真的会念成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会，就是后来可能之前好像是吴奇隆还是谁的，我记得大家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学来的，就是酱子啊，你不知道啊？酱子，对，酱子，你不知道？这样子啊，你不知道？这个我们可以学，但外国人会疯掉，外国人根本听不懂。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好，这个家里可能会疯掉。家里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你知道笨叔去哪吗？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边去哪？我不知道。这什么中文啊？什么意思？边去哪？我不知道。Smith， 这太难了，这个。好，我们再练最后一段好，来。灿叔你念快一点早安，怎么是咱呢？这样我们念咱。今天星期一咱，我们就这样念了，咱念得很快啊，咱念得真的很快，咱大家早，大家早，咱大家早。因为我发现我最早我那个在自己频道。大家好，那个时候感觉有点和台湾的比较接近。对，大耳李灿，对，
就是大家好变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李灿，对啊，好快，原来是台湾那边过来的。对，没想到灿叔你有潜力哦，冥冥之中。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咱，啊，这个就有点夸张了。来，灿叔你不念快的，好意思，怎么是 boys？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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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boys，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不像 boys？ 因为大陆有时候也会做，网络上会有一些就是把不好省略成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们是 boy，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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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会觉得很好玩，我觉得会。可是这个我们真的会，也不是为了好不好玩，我们真的就是会很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我迟到了，不好意思。那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会比较吃力啊，说话更快更黏。对，不过台湾的外国人会觉得台湾的腔调很好学，但是如果在台湾的外国人听到黏的这种音会很痛苦。那肯定啊。肯定的，那不好意思念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啊，就说但是在台湾的话，你就平声、翘舌音啊之类，不用那么在意嘛。大家对，所以我们的黏音那个黏音特别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这个来灿叔你念个快的我听听。明天，你的天怎么念得念出来吧？我们念棉，我们要录。大陆要有时候要念快就棉儿。啊，你们会加个儿化音啦。我们因为台湾没有儿化音，所以我们就念棉。棉我们录个音吧，棉我们都录个音吧，棉啥？棉。我们真的会这样说。这个各位同学，我不是开玩笑的哦，在台湾真的很黏，我们都这样说话。棉我有事我不能录音了。棉我有事，感觉好像叫一个人名字。棉我明夜。棉我有事不能录音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棉我不能录影了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觉得，而且我们会重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在台湾很喜欢重复。对。好啊。好没。哦，不好意思。所以会这样说话。好 ，OK。有人笑死了。好，所以其实台湾还有很多很黏的音啦。这个我们甚至可以出一集台湾黏音，真的会让外国人疯掉。但是说真的，台湾人很喜欢黏音。像我有一次去便利商店的时候然后那个里面的人会说欢迎光临，对不对？我进去他说欢迎光，他在说什么？欢迎光临。然后我们听得懂，但是可能很多人会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欢迎光，好懒啊！对，我们叫懒音连音，很黏。好 ，OK。那我们今天呢，介绍了台湾国语还有这个普通话有什么不同。那也有很多同学问说，中文跟普通话的区别在哪里？那其实像台湾国语也算是中文嘛，对呀。所以就是只要是在这个华人圈内用的语言，应该都算是中文对，包括方言对不对？那普通话就是跟这些方言做区隔的，普通话就是标准的那个官话吧，标准的官话。对，大陆的官话应该是这样说。林子要跟我们说不好意思，两位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两位老师不好意思，林子 boys 林子明儿我们有直播课。明儿见，明天了，明儿我们有直播课。好 ，OK，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也希望大家更了解台湾国语的特色。那希望在台湾的外国人你们保重台湾国语真的一开始很好学，到后面会越来越难特别那个腔调。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了。那今天呢，茶叔也要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一集不能配字幕，因为太难了。我可能配前半部就好了啦。OK， 后面就没法配啊，怎么配？没办法配了因为太难了。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就下次见咯，大家拜拜，再见，下次见咯，拜拜。好 ，OK。